好，權力變現金嗎？趕快來看到是川普的總統生意，但是我們要來看到這個黑幕。現在呢，今天節目我們會來看到是全面的曝光了，尤其呢股價還會重挫，這個急殺哦，急割的是迷因幣。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到這個顧賺錢不顧選情，共和黨會不會全面的沉船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美國現在其實面臨了一個很尷尬而且很荒謬的事情，就是呢，川普現在得面對自己媒體事業的一個虧損，做的不是去檢討自己的媒體事業有什麼樣的經營錯誤，而是他現在開始辦起了晚宴，而且他要推這個迷因幣，找金主來補洞。好，趕快來看到他在Truth Social的這個母公司去年營收，現在看起來只有370萬，沒有想到這虧損啊背後被挖出來了，最新財報看到虧損高達了7.12億美元。包括了股價一路的往下跌，從58美元一路暴跌到現在已經達到了10美元以下，執行長慘遭到撤換。這個時候敏感的同一時間，沒有想到川普做了什麼事情呢？他現在辦了一場晚宴，這場晚宴舉辦叫做這個迷因幣頂級投資人晚宴。這個晚宴有297名川普的迷因幣的頂級投資人在這個當中一起參加晚宴。那麼根據了解呢，媒體所報道的是說，部分的參與者投入在這場晚宴中達到數百萬美元的投資，多數的資金乾脆就直接流向了川普的家庭當中。這個商業模式已經從企業經營變成了一種金融套利嗎？支持者現在變成他很重要的資金池，他借此來割韭菜嗎？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態勢是很明顯的，只是說他游走於法律的邊緣地帶，讓你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他利用他的權力、他的地位跟他的決策權，大家都知道他有決策權。決策權有2種，一種就是我開放綠燈，我通過某些政策讓你走；另外一種就是我把門關起來，我不讓你走。啊，那我如果不讓你走，你本来你企業你可以賣的東西，你後来变成不能賣，那你怎麼辦？所以你勢必要去找游說公司，或者想辦法要讓我不要把門關起來。啊，例如我舉個例子，例如說英偉達，假設英偉達他想把他的晶片賣到中國大陸去，我把門關起來，你就賣不出去，你就賣不出去了，你就賺不到這個錢。那可能你從中國大陸本來你預估每一年可以賺200-300億美元的，然後你這樣一直下去的話，你在中國大陸市場占有率越來越高，你的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但是我把門關起来，你就不行了。那不行的話，那你怎麼辦？你給我贊助嘛，你買我迷因幣嘛，啊，那你給我一些支持嘛，那這樣的話，我本來要關的政策我就半關，或者關一部分，或者不關。那你想想看，那就根據你的這個誠意，我關多少，這個是可以玩的嘛？对。所以這是一種關門的遊戲，也就是說，當我要展現我的權利的時候，我只要開始設限制。所以你會看到，當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者是當你看到美國的政府機構，他們開始說我要開始對中國或是對什麼設限制的時候，你表面上你聽起來好像是說是中美之間打架，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利益不同部門、公司，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他們是利用政治人物的權利，他們在做這個動作。但是只要把理由講得好聽，然後讓你能夠忽悠過去就行了。那重點就在於，當我做這些事的時候，那你要我開綠燈，或者你要我開紅燈，那就看你對我的捐獻有多少。那所以當我辦了一些這種 party 的時候，你來，你就要買單嘛。那你買多少的單，你的誠意比較夠，那你比較關注的法案，我就會比較按照你的意思走。這個就是一種權力的一個遊戲。這個上次已經這樣玩過了，這次是再玩一次。換言之，你講的沒有錯，他是把這些人當作他的資金池，虧損了就找你來補。那你不補可以啊，我就把門關掉，或者把門打開，那你本身你的企業就會受到損失。我想這個川普玩得得心應手了，然後美國法律對他也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官商勾結的一個國家嘛，那大家都在玩這個遊戲，那也玩，只要西裝筆挺穿得好，然後頭髮弄得不亮的，然後那個香水噴得多一點的，然後那個名媛穿的昂貴的衣服，首飾戴得多一點，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國家，也腐敗了幾百年，大家也都司空見慣了。对，好，我們看到這個涉及到官商勾結的這個權力遊戲，難道現在包括了這個蘋果的庫克也涉及在當中嗎？因為你看哦，這個川普他也最新發言了，他說呢，誇讚自己說他幫蘋果公司解決了巨大的難題，而且他還大讚庫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家伙。但是呢，在這個話尾，他又特別講了一句說，揭露說庫克是如何用各種的手段來向他示好，甚至自豪的說，我很佩服自己能夠讓蘋果打電話來，親我屁股，英文叫 kiss my ass。但是當然了，有一個人他看不下去，就是知名加密貨幣的企業家孫宇晨，他直接提告了川普家族，說他家族呢涉及到代幣的勒索。老師怎麼看這個權力遊戲？其實孫宇晨是很有名的，就是億萬加密貨幣富豪哈。那他在川普剛上來的時候，事實上就投資川普主導的，就是叫做 War Liberty Financial 啊。那他大概在去年年初，2025年年初的時候，投資來到超過7500萬美元。然後呢，他也以顧問的身份提供相關的意見。但是最近他就提告，他說其實這個裡面的這些管理階層呢，故意把他的賬戶給凍結，使得他損失就是甚至數億美元之多哦。那因此他就控告他這個整個管理階層，但是他仍然強調，他仍然是川普跟川普家族的忠心支持者。好，所以也就是說，他是在保障他自己的這個財產。那問題就出在哪裡？問題出在川普自己家族主導的這整個加密貨幣，它事實上面臨到跟 Truth Social 一樣嚴重的虧損。所以也就是川普從剛開始上來的時候，你看那種不可一世，發動關稅戰，然後呢，全部的這一些各種的金主跟着他排隊要到海湖山莊去。可是當他發動關稅戰的時候，大家就發覺到他玩太大了。他玩過頭了，而且造成全球的貿易的這種嚴重的問題。虽然是引導了一些半導體跟 AI 的投資，因此呢，整個也因為 AI 的這個話題而炒起來，在經濟上面。可是當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它無效的時候呢，他又再去打伊朗，走到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你看到這整個Truth Social為什麼到現在股價一直掉？已經大家對於川普的話完全沒有信心的，只有17%的美國人認為他在伊朗上面講的話可信。那他在哪裡講話？他都在Truth Social上面講話，他每天自己在搞自己的藝人聊天室啊，所以那個價值怎麼會高？所以隨着他所代表的這一些相關的這個加密貨幣呢，都開始在跌。因為加密貨幣前一陣子也因為關稅戰，也因為黃金升，然後我們看到它並沒有變成一個新的避險所在，因為後來穩定幣出來，那他又現在想搞新的，叫做就是這個民營幣，就民營幣根本就是一個 logo， 什麼狗狗幣啊、柴犬幣啊，那現在想搞一個就是那個什麼川普的這個像的這個幣，哇，實在是受不了。那現在他又來說蘋果的庫克要下來，在15年來把蘋果的這個市值提高了10倍之多。也關鍵其實除了它蘋果本身的新創之外，利用中國大陸的製造以及中國大陸的市場，才是蘋果今天能走到這樣的發展一個前提。還有呢，當然也是川普的科技戰當中去打壓華為。如果華為沒有被打壓，蘋果能夠今天有這樣子的成就，那才怪的。所以他為什麼庫克當然知道川普1到川普2的科技戰，其實真的是幫了他。那因此呢，我覺得庫克所謂的來去巴結川普，也是可以想象，那川普只是把這個實話說出來而已啊。好，部分的這個商業利益有一些企業確實有受惠到，但是呢，多數的選民又是如何做針對於川普如何做反應？我們要看到 CNN 的最新民調了，現在大翻盤尤其來看到維吉尼亞州共和黨直接恐怕丟掉4席。
愛荷華州民主黨現在領先了12個百分點，現在擔心恐怕會終結的是共和黨16年在這邊的州長的統治。再來就是這個共和黨的鐵票倉也開始鬆動了，沒有想到川普在這時候出來說了，我沒有期中選舉的壓力，所以他不在意這一場選舉了嗎？那共和黨現在怎麼辦？酈將軍怎麼看？川普說不在意這場期中選舉，那根本就是這個虛偽的這種唯心之論了。如果這場期中選舉不管歷任美國總統一定都很在意期中選舉，因為期中選舉如果輸掉的話，代表前面這2年他的執政根本就沒有獲得美國民眾的認同，那也代表他後面2年畢竟是一個跛腳的一個總統，他令可能出不了白宮。所以我認為川普現在心裡頭其實上應該是急得不得了。合理來講，現在已經是4月下旬了，他現在說應該開始跑選舉行程，可是這個時候他這個內外交迫在外面來講，由於波斯灣跟伊朗打這場仗，到現在還沒看出來一個結果，也沒有辦法獲勝。那甚至於全球各地的盟友對他都非常的不滿意然後甚至於包括北約都可能要離開他。那國內來講壓力也很大這國內因為關稅的問題造成民眾來講對他的反感。那這次維吉尼亞州本來這個紅的有5席，藍的有6席。